显的社群活力。其实就是很震惊哦，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中华民国是一个无罪推定的国家，所以说在你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你不能把一个人抓起来哦，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明确的证据，所以是很震惊，很难过。像柯 P 那样子那么认真、清廉，然后努力的人，小雅捐的钱都比这个多了。他如果真的要贪，他可以不要选啊。就是阿贝加油！对，加油！司法不公。以我们就是对他的了解，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抹黑造谣。这一定有政治背景跟其他因素影响啊，这个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柯文哲他在任内的时候有处理金华城案，可是金华城案有经过郝龙斌397%的容积率，然后后来经过监察院560%的纠正，然后再到后来蒋市府时期的时候，也认定他们金华城都委会的决议840%是没问题的。可是现在法院却认为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有问题，难道现在民进党是想要跟监察院还有北市府对着干吗？还有在金华城案沸沸扬扬之下，掩盖了有可能是青年限贷令的问题。难道民进党没有图利建商吗？台湾曾经经历过美丽岛事件，台湾经历过白色恐怖事件，所以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非常的珍贵。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台湾的民主正在被破坏，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就可以把一个人去把他羁押进去，为了追杀政敌，让我们现在的台湾民主一直在倒退。基本上啊，柯文哲这一次的事情就很简单、很明了啊。就是民进党他已经觉得自己快没救了，因为之前蔡英文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干了800万票，结果这次赖清德的时候，他只有拿到500万票。这300万票差距，赖清德太想要了，他太想要到即使滥用司法，然后滥用这种检调的机构，他也要不管怎么样都要把白的打下来，要到那300万票。这就是这次柯文哲被羁押的真相。这个很难去揣测。但是态度还是一样，没有证据之前就应该无罪推定。民进党借着司法还有媒体对柯文哲的形象去发动一系列的攻击，尤其是想要破坏柯文哲清廉还有重视这个居住正义还有弱势阶级的权利。我们在总统大选中可以看到柯文哲他在台北市盖了非常多社宅，也都是非常有魄力的，而且在不管是社宅、市场改建，还是说各种的公共建设中，这个东区门户计划、西区门户计划，还有北四科，都要努力的融入这个社福建设，还有这个社会安全建设，还有各种的这个绿建筑、智慧建筑等等的这些建设，这些都是柯文哲在台北市留下来的重要政绩。但是民进党想要借着司法还有媒体庞大的国家力量，想要把柯文哲过去8年在台北建立的这些政绩全部都抹杀掉。只要没有证据，我都相信柯 P 的清白。柯 P 也都算熟识了，我们都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如果今天真的柯 P 拿了不该拿的钱，我们都会出来谴责他。但现在没有证据，我会觉得这一次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打开电视，每一台都在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消息，那些消息都没有得到证实。那我们这些只能被动接收的人也没有办法去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对于透明度跟公正性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怎么样去辨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说有影响，但这也是一个好机会训练我们作为公民社会的一员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识讯息的真跟假做出自己的判断。非常的失望，就对于新闻上大部分的标题，它都不是一个是事实的标题。我们现在的新闻充斥着一些不正确的标题，以及所有的媒体他们不在乎事实，他们只在乎新闻是否够快，是否有足够的人去
造成他们的流量。他们所期望的就是引发更多人的对立，来增加他们的新闻曝光度。我想呼吁媒体，希望他们能够正视自己的职业，发挥自己的职业道德，报道事实。这次柯文哲被羁押，那检方本身在证据上本来就不足，那他是用应小薇的案件去做搜索，那搜索之后没有金流，还硬要去做羁押的动作，其实这个在台湾的司法上是一个很黑暗的一天。如果讲透明度的话，是完全无啦。你看讲民主进步党为2016年，为阿扁了后，第二遍执政，找准国家的执政权了后。这问题嘞，而且恁大家还能真了解，都有透明度，完全没有。这铁公巧音前真中间的吃烟就好啊。就举例，有透明度吗？没嘛。